这是我第3次来到重庆了。重庆是中国近些年最热门的旅游城市，8D 立体商城、T 坎之城赋予它独特的魅力。轻轨窗楼、洪崖洞、火锅、串串、小面等重庆名片可以说深入人心啊，远近知名。但在本期影片，我们换一个方式探索重庆，走进重庆的市井小巷，感受重庆人的松弛感和生活方式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树，欢迎和我一起探索和看见不一样的重庆。上集影片提到，离开越南后，阿树又去了日本，在日本旅行了一段时间，拍了一些影片，但不足以组成一个系列合集。等到未来攒多一点日本的影片，再和朋友们分享了。常常呢，我是旅行一段时间后就停下来，找一个感兴趣的城市旅居一段时间，一边剪辑未完成的旅行影片，一边考察这座城市，也算是为将来选择定居城市做一些积累和参考。这一次我从南宁出发，目的地是重庆。这么好，太谢谢你了。20号20呀。我住在渝中区2路口的一家青旅，每天早上约8点都被楼下震动的一个舞厅音乐给吵醒。于是有一天，我决定去看一下这家舞厅。这一次我在重庆、成都旅行啊，就发现在川渝地区啊，除了这个麻将馆呀、茶馆很多以外，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多见的，那就是舞厅。过去我了解舞厅只是从电视剧、电影啊，所以在来川渝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到今天还有舞厅的这个存在啊，而且这边的舞厅文化还挺浓厚的。后来查资料了解到，说是川渝啊，以前是老工业基地。上世纪50到80年代，重庆、成都呢有大量的国企工厂、兵工厂，而在工人文化宫、职工俱乐部普遍呢设有舞厅啊、卡拉 OK 文艺演出场所。那么80到90年代改革开放后呢，舞厅成为了重要的社交和娱乐方式。当时的川渝城市夜生活还不多，舞厅呢比 KTV 出现的早。跳舞呢不仅是娱乐，那更是交朋友啊、锻炼身体啊、找感觉的一个社交仪式。所以有人就说啊，重庆的舞厅就是城市的第2个茶馆。通常呢，这个舞厅的票价几元到10几元不等。阿树呢，去年在东北也旅行2个月，东北过去也是这个工厂啊、国企很多的地方，但是那边的舞厅已经很衰败了。跟川渝地区的话，真的是很鲜明的对比。舞厅的门外就是一个沿着阶梯分布的集市，我每天早上呢会在这里吃个早餐，然后再回到青旅开始一天的工作，剪辑视频。这条阶梯的一个小路，我每天都走，每天要走3、4趟，而且我常会在这里买一些水果。我每天就这个时候被咚咚咚的那个震动给吵醒的，因为我就住在那个小马舞厅上面。前面说到重庆被称为 T 坎之城、山城重庆，是因为这座城市几乎是在嘉陵江跟长江两岸的山丘上建起来的。因为地势起伏比较大，城市的道路依山而建，
那么在重庆啊，我们常常会发现每个街区呢都有台阶跟坡道相连，当地人把台阶称为梯坎，而这些梯坎就像是这座城市的血管，把老城区和新城区、江边和山顶紧密相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重庆人的生活节奏跟方式也与众不同。那么人们上班要爬坡，下班也要下坡，送快递、推婴儿车、搬货物，全都是在坡道上完成。因此重庆人呢也习惯了这个爬坡啊，走阶梯，无论老少都能轻松的走上几百级台阶。而重庆这种山城的地形呢，也催生出一种只有在这座城市才有的职业——棒棒军。我在2年前的这集影片中呢，也采访跟介绍过重庆的棒棒军。他们靠一根竹棒啊，手里拎着一根绳子，靠力气在山城的坡坡坎坎间搬运货物，帮人家挑东西，搬家送货。因为重庆地势陡峭，道路狭窄，很多地方车辆进不去，于是棒棒军就成为了最灵活的运输方式。最早的棒棒军来自于重庆周边的农村，他们进城打工，靠一根竹棒谋生，白天挑货，夜晚住在码头或市场旁的简陋宿舍里。如今呢，电梯、货运车、摩托车越来越多，棒棒军的规模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。但是在重庆老街啊、菜市场啊、居民区的台阶上，依然能看到一些棒棒军的身影。有时候在重庆看到挑着重物的棒棒，我都忍不住驻足多看几眼。有时候觉得挺不容易，也挺了不起的，就靠着一根竹棒，还有一种勤劳的坚毅的精神，养活一个又一个的家庭。各种火锅底料，干辣椒、花椒。在重庆比较常见的一个景象就是很多地方都能卖火锅底料。重庆的火锅底料品，因为这里是个火锅之城。
这个不说啊，你说下歌也可以噻，说下歌也可以。哎，给钱我的。这要有眼睛大一点，还有小孩出来不虚的们，生怕今天过期了不打，把虚的。看八宝粥是装在那个热水壶里面的哈，必须要用的时候再倒出来。每天吃过早餐后，我就开始工作剪辑视频，通常一天要剪辑视频8到10个小时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剪辑并编辑发布以后，我就到重庆各地溜达。这个是我在国内住过的，可以说从性价比、从居住环境啊，从各个方面来说，都属于是比较好的青旅了。有酒吧，有餐厅，还有各种主题的一个办公区、娱乐区。我在这办公，这小黄猫来了几次了，是不是饿了？桌游室免费使用。有时候我想录音的时候就来这里录音。这里是越南最宜居的城市，越南中部的岘港。这个青旅有一个面向长江的观景台，有时候晚上回来我会买点小酒，在这里坐一会儿。对面就是非常雄伟的菜园坝长江大桥。一天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对面的菜园坝长江大桥，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，也就是把嘉陵江跟长江连接于中半岛的所有桥梁都看一遍，记录一遍。因为重庆的桥梁是非常著名的，重庆被称为是中国的桥梁之都。重庆是一座山城，所以这里的出行方式、交通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，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山城孕育出来的特色交通工具。最早是华竿，中国江南各山区特有的一种供人乘坐的传统交通工具，有2名轿夫前后间抬而行。然后后来黄包车、重庆缆车，然后鸡公车、民生公司，中国长江内河航运权几乎都由外国公司控制，江上航行的大小轮船见不到中国船只的身影。无轨电车、气包车、
嘉陵摩托啊，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在重庆嘉陵厂问世。这个我小时候经常就听说了，五洲牌自行车。20世纪70年代，自行车是高档代步工具。那时候民间婚事往往用自行车接送新娘，其中重庆的五洲牌自行车是当时著名自行车品牌之一。然后两江索道，这个我们也体验了哈。重庆高速公路，你看，奥拓出租车。重庆桥梁，重庆被称为中国桥拓桥梁博物馆。重庆直辖后建设了数量众多、造型各异的跨江大桥。目前重庆地区建成的和在建的桥梁有6000多座以上，其中长江嘉陵江上主跨径150米以上、桥长800米以上的特大桥就有36座。中国已有100多座长江大桥建成或在建，其中重庆市就有24座。哇！天，我觉得重庆让我觉得特别有魅力的就是它的重庆单轨，还有重庆桥梁跟这种两江索道啊，这是我来重庆必须体验跟记录的。前面刷到的我所住的情侣阳台面朝的菜园坝长江大桥呢，我看这座大桥已经看了好多天了，所以今天我决定从桥的这一侧走到对面那一侧。菜园坝长江大桥是2003年底正式动工，2007年建成的大桥。那么它的大桥桥高有114米，是长江上桥面高度最高的大桥。地处长江上游重庆主城区，连接渝中区跟南岸区，全长1651米。桥面分为上下两层，上层为6车道公路，下层呢是轻轨。重庆轨道3号线就是通过此桥穿过长江的，连接渝中区跟南岸区。在我的右边往下看呢，是曾经的重庆火车站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的第一座大型火车站，在今年5月份呢已经爆破拆除了，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这大概也是令我觉得我想把重庆的一些老城区啊，就是可能即将拆迁的老城区记录的一个原因啊。在这集影片中呢，我就记录了比较有老街味道的野水沟。我身后是重庆著名的菜园坝长江大桥，距离在越南无人机炸机以后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，我也重新买了一台小的无人机。然后这是3个月以来第一次首飞，不知道是因为太紧张还是什么原因啊，我刚才飞了大概2分钟吧，我感觉我的后背的汗珠像豆大的汗珠，就一颗一颗的流，很像是下大雨的时候那个窗户的那些水珠流下来啊，包括脸上这里也一直在流汗。我说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可能是在越南那一次损失了心爱的无人机啊，还是有一点点心理的创伤的。
这一座大桥非常宏伟，这是我第2次从桥的这一端走到桥的另一端了，走了大概约15到20分钟啊。我估摸着它的长度接近1.5公里。即便第2次来了，我依然被它这种宏伟给稍稍的震惊一下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可以说是重庆特有的一种景象啊。这是我第2次看到这一幕了，这高架桥比这些楼房还高啊！我当时看着这些摩托车、汽车，就是蜿蜒着盘旋上升啊，那个意象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好像是一个天梯一样。这些车辆呢，就要通往天国。这种景象我在其他城市没见过，有这么高的高架桥。然后呢，盘旋一圈以后就进那个山洞里面了。重庆是名副其实的山城，所以让它这里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魅力。特别对我这种喜欢拍照的人来说的话，这里有很好的这种拍摄的空间。这一座山的话，可以说千疮百孔的，这里2个洞，上面又有几个洞。在路过这个立交桥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非常的奇特。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是在重庆非常著名的一个立交桥，它也是国内城市最高的匝道桥，高72米。该立交桥的建设主要为了解决菜园坝大桥跟海桐路之间30米的高差。下次我会找机会体验一下坐车这个盘旋上升的过程。据有人说每次开车路过苏家坝立交桥呢，都会胆战心惊一次。有人称它是中国最惊险的空中立交桥，多部电影呢也在这里拍摄外景。下面是地铁站。我上次也是坐着一路走过来，然后坐个地铁站又去别的地方玩。总感觉真的是8地城市。
离开了菜园坝长江大桥，我就坐地铁来到了长江索道，这里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重庆人民的生活方式。挺可爱的名字啊，叫江城重庆土飞机长江索道。在过去，重庆并不像今天也有那么多这个方便出行的桥梁，那时候的重庆市民呢，就乘坐索道跨越长江，然后通行两岸。长江索道是建于1986年的，建成于1987年，全长呢约1166米，垂直落差约为47米。但在过去呢，它是为了切实解决重庆两岸交通不便的一个出行工具。但是今天呢，已经成为了一个观光项目啊，被评为了4A 级景区。在重庆的官方宣传中，长江索道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所，重庆旅游第一站，也被形容为空中走廊，3层的空中公共汽车。官方还有一句宣传口号叫“不坐索道白来重庆”。在乘坐的过程中，索道以2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缓缓前进。往窗外看，可以俯瞰到重庆山城的地貌。那么蜿蜒的道路和滚滚的江水，是一种空中观城的体验。在过去，坐飞机是比较奢侈的体验，索道就被称为是重庆的土飞机啊。只需要花不贵的票价，就能收获一种空中观城的体验。咱们能看到那个是长江的北岸，我现在在长江的这个南边。注意安全。重庆山城顾名思义，重庆是以山地为主的，占其总体面积的约75%以上，地势起伏比较大，山地、丘陵、峡谷呢众多。长江跟嘉陵江沿线呢与大量的支流穿插其间，割裂切割山体，形成了谷地、峡谷、江湾、江心岛等众多的地形。渝中半岛就是由长江跟嘉陵江切割而成的一个半岛。这也形成了重庆的这个山水相依的城市地貌，建筑啊、道路啊、交通啊，往往是依山势起伏。说来也巧，四川有不少的城市是由两江交汇而成的，比如我之前拍过的宜宾、乐山，还有接下来将分享的泸州，他们都有一个像重庆一样的朝天门。拍照请到1楼。那边就是我们刚才走的菜园坝长江大桥啊，可以看到这个长江沿岸的话，这种宏伟的大桥的话很多。
这感觉还挺不可思议的，像是一个公交车的车厢直接被一个绳索给吊着过江的感觉。这是第1代的一个索道，这是第2代的索道，那么最新的索道，第3代的索道，2019年换上的。你们猜我现在跟谁在打麻将？炸胡啊！咦，在这也能看到长江索道。雄奇山水新什么虫？飞越山城。不是2张吗？这地方仿佛火锅一条街啊，一条街都是火锅店，串火锅。哇，这家店这么多人。我的天啊，感觉全国人民都来重庆吃火锅了，就是一条火锅街啊，可以说每家店铺啊，基本都做得挺满的。今天还不是旅游，也不是周末，就平常的工作日啊。这个火锅已经成为重庆一个超级名片了哈。来重庆没吃过火锅，等于没来过重庆。门口都坐满了等坐的人。老爹豆花饭，重庆特色，来一碗吧。来重庆快半个月了，就是经常走在很多的街头巷尾都能看到这个豆花饭，就是一碗豆花，一碗这种蘸酱。这个的话9.9块，但是在美团上团购价只花了5.8块就能吃顿饱饭。把这个放到蘸酱里泡一泡。我一吃这些油腻的，我喉咙就像被糖给粘住了一样，说话特别吃力。这个蘸酱我觉得还挺特色的，有点像那个辣椒跟老干妈啊、香菜啊、葱啊。这个豆花的话，你看就是像果冻一样的质地啊，还挺轻盈的，很嫩哦。这个叫核桃肉，然后一碗辣椒酱，现在说话挺吃力的。而且这个豆浆还挺好喝的，它是原味的，风味还挺浓郁的，并且这个豆花它是可以免费试一次的，试一下这个什么叫老豆花。对。笑着吗？这个蘸酱调的特别好，不是很辣，但是特别香，油香的。下面铺了一层的这个黄瓜，还有一些豌豆。说话特别吃力，我不说话了，朋友们。
全部裹上这些辣椒油了。因为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火锅嘛，然后我就感觉我吃不了油腻，就从小到大都吃不了太油腻的，一吃油腻的话就嗓子不舒服，所以这里有半碗豆花，我是不蘸任何蘸酱就这么吃的，然后它带一点点清甜的那个风味啊，还可以。要不要？这是蜂蜜梨吗？是多少钱一斤20。 20。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，不知道你看完影片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欢迎留言区和我交流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